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婆婆包了很多饺子，冻在冰箱里。她刚出门，我就把饺子倒进了垃圾桶。不料她又进来，将我逮个正着。她拍视频发在家族群里，哭诉我给儿媳妇包的饺子，她全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她为什么这么恨我啊？不一会儿，全家人都来我家教训我。我把饺子全煮了，给每人盛一碗。他们吃着吃着变了脸色。看见婆婆把视频发到群里，我就知道今天有麻烦了，不由懊恼自己太冲动，应该等到晚上月黑风高的时候提出去，直接扔公用垃圾桶里，那谁也发现不了。婆婆发视频控诉完，把饺子捡起来提进厨房里。我老老实实把冰箱盒子端出来，看着她把饺子重新摆放在盒子里。还好，大部分没有坏，只有10几个破皮了，馅露了出来。她重新和面、擀面皮，把馅挖出来包好。我等她做完了，再放进冰箱急冻室里。她一直眼泪汪汪，我也不说话。我们很默契地完成了这项工作。这时，客厅传来敲门声，婆婆去开门。片刻后，她的哭声响起来。我的心一紧，听见老公大哥的声音：“妈，别哭了，林叶呢？”婆婆哭得呜呜的，委屈极了。我知道林叶不爱吃肥肉，特地买的瘦肉。早上4点我就起来忙活，手擀面皮，手剁馅，一个一个的包。忙了几个小时，我2手都冻僵了，早饭也顾不上吃，才把饺子包完。可他一个都没有吃，全倒掉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他这么恨我？就算我得罪了他，饺子没有得罪他吧？他为什么要倒进垃圾桶里？大哥的声音里满是心疼。别伤心了，妈，林叶在哪里？我去批评他。婆婆还没回答，小姑子的声音又响起来：“林叶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大哥马上吼他：“你怎么能直呼你二嫂的名字？”呸！小姑子骂道：“她配得上嫂子这个称呼吗？我妈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，她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”林叶，出来！她的脚步声往厨房走来，妹夫拉扯她：“老婆别激动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”大嫂也说：“林叶在厨房忙，别打扰他，等他出来再说。”小姑子的嗓门抬高：“他有什么可忙的？我妈每天伺候他，把家务活都给他干完了，他忙什么？”林叶，出来给我妈道歉！大哥吼道：“你少说2句。”小姑子反驳：“我凭什么不能说？他欺负了我妈，我还要把他当祖宗供着吗？他就算再错，也是你二嫂，有什么事等你二哥回来处理。”小姑子冷笑：“大哥还指望二哥护老娘？他就是个妻管严。如果他真的孝顺妈，怎么可能容忍林叶骑在妈头上作威作福？”行了，大哥说：“你们都坐下，我去叫林叶出来。”大哥进来叫我：“林叶，你出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把饺子倒进垃圾桶里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既然被逮着了，我也只能面对。”我硬着头皮走进客厅，小姑子指着我就开骂：“林叶，你自己说，我妈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在娘家娇生惯养，连饭都不会做。我二哥的工作特殊，不常在家。我妈心疼你，从你结婚后，她就常住在你家照顾你。1天3顿，她把饭菜做好，端到你面前。她帮你扫地拖地，她给你洗衣服裤子，连内裤都给你洗，就差把你供在祖宗牌位上了。她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凭什么这样羞辱我妈？”小姑子的肚子很大，她怀有身孕，
胎儿已经5个月了，要当妈的人了，气性还这么大。大哥接过来，林叶，妈知道你喜欢吃水饺，才特地给你包。你喜欢吃韭菜馅的，妈把韭菜一根一根捋干净，反复清洗。你不吃五花肉做的馅，妈专门给你买腿子肉。妈说绞肉机绞的馅不香，亲自用手剁。她做了一辈子饺子，她调的馅，吃过的人都说很香。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是不是也说好吃？这我承认。那时候我觉得婆婆做的饺子太好吃了，比街上小吃店卖的味道还好。大哥继续说，妈说手擀的面皮劲道，好吃。她每次都买面粉回来，亲自和面，用手一张一张的擀饺子皮，再一个一个的包好。这样纯手工的水饺，除了我妈给你做，你还在哪里能吃到？倒是现在街上卖的都不是手工做的馅和面皮。婆婆也哭诉，我怕你嫁进我们家不习惯，委屈了你，所以我一直跟着你们，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照顾。你不爱吃早饭，我怕你饿出毛病，才包这么多饺子放在冰箱里，这样你每天早上煮一碗饺子吃就可以了。可你把我的一片好心全当成了驴肝肺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这么生气？你跟我说，我改啊！呜呜，看吧，所谓的解释就是听他们批斗我。他们只讲婆婆对我有多好，控诉我对婆婆如何不孝，却没有人问一句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正要解释，小姑子又抢了话头。林叶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妈对你这么好，掏心掏肺的待你，你是怎么回报她的？从你跟我二哥认识到现在，你给我妈买过一件衣服吗？结婚2个月，我妈倒贴伙食费照顾你。我们这些当儿子女儿的都用不到我妈的钱。二哥不在家，他的养老金全花在你一个人身上。你不仅不感恩，还浪费他的劳动成果，你简直就是妥妥的白眼狼。我不由笑出声，你妈对我好，是她跟你说的吧？大哥马上指指大嫂和妹夫，不需要我妈说，你问问你嫂子，问问妹夫，我妈对他们跟对我和小妹是不是一视同仁？大嫂点头，妈挺好的。妹夫也承认，是的，妈对我们一视同仁。小姑子的嗓门抬高，你听见了？大嫂和我老公也不姓陈，也不是我妈生的，我妈把他们都当亲生儿女对待，难不成单单对你另眼相看？你还是新媳妇，我妈只会讨好你，哪里敢给你气受？别说我妈，哪个家庭的婆婆妈也不敢对刚进门2个月的新媳妇儿摆脸色。如果我妈真对你另眼相看，那一定是因为你对她不好，她气得忍无可忍了。我好笑，好赖话都被你说完了。小姑子，我说错了吗？别的不说，你今天把我妈包的饺子扔垃圾桶，我妈都不敢对你发火，只能给我们哭诉。这就足以说明，你平时经常欺负她，也是二哥不在家，不然他一定会抽你几个耳光。小姑子的愤怒溢于言表，我看得出来，她很想冲过来打我。不过妹夫抓着她的胳膊，不断叫她冷静点，老婆，小心孩子。他们兄妹俩把一切可能都说完了，认为婆婆就算对我不好，也是我有错在先。那我还解释个屁？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是许岩让我倒掉的。许岩就是我的丈夫，大哥叫陈丽，小姑子叫陈燕。我这话一出，陈燕更加火冒三丈，她跳起来指着我鼻子骂，放屁！我二哥就算再宠你，也不可能叫你把我妈辛苦包的饺子倒进垃圾桶里。你自己做错事，还要栽赃给我二哥？
妹夫吓得抱着她的腰喊：“别跳，别跳！”婆婆也哭得更大声：“林叶啊，你讲话要凭良心，老二上班不在家，他怎么可能叫你把饺子倒了？我老公的工作具有保密性质，他进单位后电话就会关机上交，所以他只要上班就完全是断联的，谁也联系不上他。陈家人也知道，因此我这话说出来，没人相信。我说他以前说过，我不想吃的东西就倒垃圾桶里，不要勉强自己吃。小姑子吼道：“他说的是外卖或者零食，不可能是我妈包的饺子。”大哥沉下脸：“林叶，你别以为老二不在家，你就可以随便撒谎。我们是在认真的跟你谈话，希望你正视自己的问题。”正视个屁！我说了也是白说。反正他们只相信他们的妈，不可能相信我这个外姓人。看见12点了，我起身说：“我先给你们弄吃的。”婆婆马上说：“我去弄，你又不会弄饭。”小姑子一把拉住她：“不会弄就学。既然嫁了人，就得有做儿媳妇的自觉。本该她伺候你，凭什么当婆婆的伺候儿媳妇？您还能伺候她一辈子？”婆婆叹气：“她弄的菜不好吃。”小姑子冷哼：“我不管好吃不好吃，她只要弄出来，哪怕是狗屎，我也吃了。”这话正合我意。我进了厨房，拿出家里最大的锅，洗干净，烧了一锅水，我把饺子全部倒进去，煮熟以后给每人盛了一大碗，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端出去。婆婆忽然慌了神：“我这是专门给你包的，让你每天早上吃，你这一顿就煮了，以后吃什么？”小姑子翻她一个白眼：“我妈真是的，她又不稀罕你包的饺子，你还替她着想。她早饭不吃就不吃，反正饿的不是你。”婆婆又对我说：“你大哥和妹妹难得来一次，你应该做几个硬菜，光煮碗饺子像什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先吃饺子，我再去炒菜。”陈丽说：“既然煮了，我们就吃吧。说来，我有2个月没有吃到妈亲手包的饺子了。”陈燕说：“我也是啊，我想吃吃不到，我妈偏心二哥，天天给他们包，人家还不领情。”大嫂和妹夫都帮忙，把饺子端到每个人面前。我倒了一碟醋端出来，陈家兄妹迫不及待地夹了饺子，蘸了醋就放进嘴里。大嫂和妹夫也各自吃起来，只有婆婆没有动筷子。我挑了一个，喂到她嘴边：“妈忙了半天，辛苦了，儿媳妇给你喂一个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”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。怎么，妈不喜欢吃饺子吗？你亲手包的，总得尝尝吧。小姑子说：“我妈最喜欢吃饺子了，妈吃啊，她难得给您尽一回孝心，您只管享受。”婆婆的脸转到半边：“我不吃，我没胃口。”小姑子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瞪我：“看你把我妈气得。”她连吃了几个，大概吞得太快，没有品尝出来味道。陈丽吃了2个就感觉不对劲了，她吐在桌子上说：“这馅里是什么？”大嫂也吐了出来：“我这个好像有纸巾，还有面条。”妹夫吐出来说：“我这里有粉丝。”小姑子嘎嘣一声：“啊，呸！”她吐出来说：“怎么有骨头？”陈丽说：“今天这饺子馅里怎么乱七八糟的，味道也怪怪的，很难吃。”小姑子不停呸呸，不光馅难吃，皮也不好吃，像和面的时候混了泥巴似的。这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吗？我回答：“确实是她亲手包的。”不可能，我妈的手艺那么好，她包的怎么会这么难吃？我笑笑：“那就要问你妈才知道了。说来也奇怪，她自己包的饺子为什么不吃？”婆婆突然哭起来：“林叶啊，
你不想吃饺子，可以给我明说，我不包就是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到底在馅里和面粉里放了什么？竟然还要甩锅给我！我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端起水饺碗就向他泼去。哗！婆婆满头满脸都是水饺。啊！婆婆一声惨叫。天哪！大嫂惊恐地往后退。小姑子大吼：林叶，你竟然泼我妈！你疯了吗？顿时一片混乱。我慌张地说：对不起，我手滑了，妈快去冲冲冷水。我一把拉住婆婆，拖着她快步进厨房，将水龙头放开，把她的头按在水龙头下面。陈丽冲进来，将我一把拽开。林叶，你要害死我妈吗？我退开说，不赶紧降温，她一会儿脸烂了，会很疼。她扶起婆婆，看见脸红红的，吓得赶紧把水池放满，将婆婆的脸整个按进水池里。婆婆拼命挣扎，她说：妈别动，您先忍忍。小姑子挺着大肚子进来，大喊大叫：大哥，你干什么啊？要淹死妈吗？陈丽把婆婆拉出水面解释：妈的脸烫伤了，不赶紧降温会破皮，那去医院治疗啊，涂烫伤膏啊，你把她按在冷水里也不怕妈休克。婆婆憋得喘不过气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陈丽应道：我这就送妈去。我们回到客厅，小姑子扑过来要打我。林叶，你个贱人，把我妈害成这样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端起另一碗水饺，重重砸在她脚下。她吓得一声尖叫，急忙往后退，差点摔倒。妹夫在身后扶住了她。她怒骂：疯了，这女人疯了！我妈活了大半辈子，没有被人这么欺负过。我冷冷地说：我活了小半辈子，也没被人这么欺负过。谁欺负你？你烫伤我妈还有理了？你这是故意伤害！我报警抓你！他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大哥一把抢过去，吼道：家务事报什么警？不嫌丢人！婆婆这时总算喘过气了，大声哭喊着说：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所以讨人嫌。我死了算了，我这就出去让车撞死。她打开门就跑。陈丽急忙追出去。小姑子愤怒地指着我吼：林叶，我妈有什么三长两短？我要你抵命！他们都追出去了。我看着满地狼藉，吁了一口气。俗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家这尊不请自来的神，总算送走了。结婚之前，我没想过婆婆会过来跟我们同住。大嫂家有孩子，小姑子又怀孕，而且之前婆婆就在照顾小姑子，所以我以为要等我怀孕的时候，婆婆才会考虑来我们家。没想到新婚第2天，婆婆就敲响了门。她对我老公说：你上班不在家，林叶刚嫁过来，各方面都不熟悉，我来照顾她，以免你上班牵肠挂肚的。她把行李都带来了，自顾自搬进次卧，然后就进厨房忙活起来。我跟老公面面相觑。我是在电脑上写作，需要绝对安静，所以我并不喜欢跟人同住。但婆婆一片好心，我们也没办法拒绝。我估计他妈担心我刚嫁过来，各方面不适应，才来陪我一段时间。等我适应了，她就会回去继续照顾小姑子。却没想到，她这一待就是3个月。现在她终于走了，应该不会再来了。我打扫了房间，把门锁换了密码，然后坐在电脑前安心写作。没多久，小姑子大力敲门：林叶，开门，我来拿我妈的衣服。我把婆婆的行李提出来递给妹夫，就要关门。小姑子推着门吼道：你害得妈住院了，
还不去医院陪护？我看了看她的大肚子，说：“哦，好。”我往外走，小姑子诧异往后退：“你不换衣服？”“哦，那我换衣服。”我突然跳进门，砰地关上。小姑子等了一会儿，见我不出来，拍着门吼：“林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连妈住院都不管？”我隔着门说：“你妈有儿有女，哪里轮得到我这个外姓人陪护？可我是孕妇，我大哥要上班，二哥又不在家，大嫂不仅要上班，还要接送孩子，你不去陪护，谁去？”我反驳：“你们这些亲生儿女个个都没空，小心要外包给我这个儿媳妇，哪来的脸？我也没空。”他又拍门又骂：“是你害我妈住院的，你凭什么不陪护？”我充耳不闻，也不开门。他拿我没有办法，妹夫把他拉走了。晚上手机消息不断响，家族群里上传了许多视频，有婆婆躺在病床上哼哼唧唧的，有医生给她打点滴的，有小姑子扶她上洗手间的，无非一个字：卖惨，想让我愧疚、自责，主动去照顾她。我的心情平静，无波无澜。我将群屏蔽，关了静音，专心写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估计婆婆应该出院了，又瞄了一眼家族群，果然，婆婆住进了小姑子家里。视频里，小姑子挺着大肚子给婆婆喂饭，捶肩膀，穿脱衣服。她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妈，您的幺女是不是比某些人好？”婆婆点头夸：“我幺女最好了。”我好笑：“你们是亲生母女，不好就不正常了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很少进群看消息，每天潜心写作。半个月后，我完稿了，收拾行李出门采风，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。刚出门2天，婆婆给我打电话：“林烨，这门我怎么打不开了？帮我开一下。”我没想到她又来我家了，回复：“我不在家。”小姑子的声音吼道：“那你把密码告诉妈啊！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妈进门？”我勾了勾唇：“喂，你说什么？”“我在山里采风，信号不好。”婆婆说：“林烨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？早饭一定要吃，不然胃会出毛病的。出门在外要多加衣服，别感冒了。”我继续：“喂，还在听吗？这信号真差。”小姑子气得口无遮拦：“妈，您是不是贱？人家都把你赶出来的，您还为他操心？”婆婆叹气：“你二哥小时候，我对他管得太严，他就对我有意见。现在我不照顾好他媳妇，我怕他更恨我。”小姑子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二哥就是个瞎子，娶这么个鬼东西，等他回来，让他离了。他如果不离，我就把林烨虐待妈的事放到网上，让这贱人身败名裂。”电话挂断了。我知道小姑子是有意这么说的，就是想威胁我向婆婆服软。采风结束，我回到家里继续写作。不久就临近过年了，我老公也休假了。他进屋就抱住我问：“受委屈了？”他开机后就会看到群消息。我说：“没有，是你妈妈受委屈了。”他没再说什么，只顾着跟我亲热。他这次赶一个非常紧要的任务，婚假后就没有回来过。分别3个月，我们相互都十分想念。2人世界才过了2个小时，老公的电话就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：“老二，你跟林烨去你大哥家开个家庭会议，解决一下他们的问题。”老公问：“大哥怎么了？”“你大嫂犯错误了，我们去帮助她改正。”“好。”我听得莫名其妙。大嫂给我的印象不错，她不像婆婆满嘴热情，也不像小姑子趾高气扬。
他温柔贤惠，做事小心谨慎，又勤快又有礼貌。我想象不出来，大嫂能犯什么样的错误，让全家人开家庭会议批评她。老公说：“我看看群里。”我也拿起手机看群，发现大哥跟大嫂吵起来了。陈丽在群里艾特大嫂：“老婆，你给你妈买棉被了？”大嫂回复：“买了一床。”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大嫂说：“我嫁到你家10多年了，第一次给我妈买棉被，花了不到1000块钱，还必须向你请示。”大哥严肃地说：“只要不是给家里买东西，哪怕100块钱，也应该告诉我。再说，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上次你给你妈买衣服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过你。”大嫂气得哭诉：“那不是我妈的生日吗？我嫁到你家10多年，就给我妈买过1件衣服，我过分吗？”大哥生气了：“你还有理了？我说不让你买吗？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”大嫂哭得声音哽咽：“我8000多1个月的工资，连支配1000块钱的自由都没有，还必须跟你商量？我又没有吃闲饭，给我妈买东西也是花的我自己的钱，怎么就不行？什么叫你自己的钱？你是不是我老婆？”夫妻俩就这么吵起来。我说：“我们没必要去吧？夫妻吵架是常事，我们去就成了多事了。”老公说：“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，开家庭会议解决问题。”结婚的时候，老公告诉我，他们家有开家庭会议的习惯。夫妻的问题就是全家人的问题，一个人犯了错，全家总动员来批评，帮助改正缺点和错误。我点头，上一次他们全体来我们家，就是开家庭会议，想要批评我，但是我不接受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老公摸我的头：“我跟你说过，我妈如果做，你别理她，我回来再说。她就是怕我被全家批评，才再三叮嘱我别招惹婆婆。所以我那天把饺子倒进垃圾桶，被婆婆逮着了，着实有些后悔。”我问：“今天我跟大嫂是不是要一起受审？”老公笑出声来，揽着我的头说：“放心，有老公在，没人敢审你。”我也想去看看他们要怎么审我，把我惹火了，我闹他个人仰马翻。我们到大哥家的时候，小姑子夫妇和婆婆已经到了，所有人都坐下来，大嫂给大家沏了茶过来，没位置了。客厅中间放着一把椅子，婆婆指了指椅子：“老大媳妇坐下，说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看这架势，分明把大嫂当犯人审了。大哥双手抱胸，胸有成竹地看着大嫂：“你觉得你有理，那你先说。”大嫂在椅子上坐下，委屈地解释：“我结婚这么多年，每年给妈买衣服，给小叔子小姑子买礼物，我尽到了当儿媳妇的责任吧，可我却没有尽到当女儿的责任。我娘家远，几年才回去一次。上次回去，看到我妈床上的棉被很单薄，怕她感冒，我就买了一套床上用品寄回去，花了不到1000块钱。陈丽就一直唠叨，好像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一般。小姑子开口：“大嫂有孝心，这是优点，我们要肯定。但是你嫁给大哥，你们挣的钱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如果你花的钱不是用于家庭开支，那大哥有权利知道你把钱花去哪里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万一你给别的男人买东西，我大哥是不是会很难受？这是大哥爱你的表现，表示他吃醋了。当然我知道，大嫂不会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。话又说回来，那你给娘家人花钱，也应该告诉我哥，用我哥的名义寄给你妈，你妈高兴，我哥也有面子，是不是？”大哥说：“还是小妹懂我，
老婆，你跟我一起生活了10多年，还不了解我的心思？你背过我单独给你妈买东西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是不是会说我这个女婿不孝？”大嫂点头，我知道了，下次我买东西要跟你商量。大哥幽默地拍拍大嫂的肩膀，这才是我的好老婆，没事，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同志。我隐隐觉得这是不对，怎么就成大嫂一个人的错了？他们结婚这么多年，大哥没主动帮岳母买东西就不说了，大嫂给娘家就买了一件衣服，一套床上用品，反倒成了她一个人的错，要被全家人批评。婆婆这时候总结性的发言：“你既然嫁入我们陈家，那就是陈家人，你的一切都归陈家所有，所以以后别说什么你花的是你自己挣的钱，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，不然老大也背着你乱花钱怎么办？如果他把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，你开心吗？”我看见大嫂的神色明显僵了一下，大哥马上打岔：“妈，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又不傻，怎么会给别的女人花钱？”婆婆看着大嫂说：“你看看，老大对你多忠诚，夫妻之间就是要忠诚、忠心，家里的钱不要给外人花。我回过味来了，感情他们家娶了媳妇后，媳妇挣的钱可以给丈夫花，给公公婆婆花，甚至可以给小叔子小姑子花，就是不能给娘家人花，因为对他们陈家人来说，不姓陈的都是外人，媳妇的娘家人更是妥妥的外人。”我以为大嫂要反驳婆婆，但她没有，只是低眉顺眼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妈。”大哥拍拍她的肩膀：“去做饭，今天妈和弟弟妹妹专门来给我们解决问题，很辛苦，你多做几个硬菜。”大嫂就默默地去了。我想起婆婆那天叫我做几个硬菜的事，不由呵呵。原来他们家合伙欺负了人，被欺负的人还要好酒好菜地招待他们。但大嫂自己都不说什么，我也不便为她出头。吃饱喝足了，陈丽红光满面地说：“我家的事解决了，现在我们说说老二家的事。”我老公笑了笑：“大哥叫我们来，重点就是要说我媳妇的事吧？你知道就好，上次你不在家，弟妹撒了不少谎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想先听听我媳妇怎么说。”陈丽把椅子摆放在客厅中间：“弟妹过来坐吧。”我正要发作，我老公一把拦住我的肩膀，我老婆跟我坐在一起。婆婆的脸色顿时很难看，小姑子嚷道：“二哥，你懂不懂规矩？”我老公看着她问：“什么规矩？”“我们家历来做错事的都要坐中间，让大家看到他认错的态度，你这样护着他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老公笑了一声：“她是我老婆，我护她哪里不对？你被你婆家人欺负的时候，你也不想让妹夫护着你。”小姑子不服气地说：“我又没做错事。”老公呵了一声：“那我老婆做错了什么？”她还没说话，你们就给她定罪了。小姑子皱眉：“二哥，我们是在帮你。”我老公一巴掌拍在茶几上：“你们欺负我老婆，还好意思说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帮我毁了我的家吗？”啪的一声，吓了所有人一大跳。小姑子气得跳起来：“你凶什么啊？”妹夫赶紧拉住她：“别激动，小心胎儿。”一家人原本打定主意要像沈大嫂一样审我，没想到我老公首先亮明态度，站在我这一边，一时都傻了眼。大哥起身打圆场：“老二，你们夫妻刚结婚就分开，几个月没有见面，你心疼你老婆，我们都理解。但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你不能一味偏袒弟妹。爸爸早逝，妈一个人拉扯大我们3兄妹不容易，
现在我们孝顺他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的工作特殊，不能在妈膝下尽孝，我们也理解。妈还反过来帮你照顾你媳妇，连给我接送女儿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没时间照顾怀孕的小妹。我们也没说什么。可你媳妇是怎么做的？妈煮的饭，她不吃，要点外卖。妈亲手给她包的饺子，她倒垃圾桶里。那天我们去你家，本来想了解一下情况，林叶竟然把煮熟的饺子泼在妈脸上。刚出锅的饺子啊，热气腾腾的，那温度有多高？我如果不赶紧把妈弄到水池里降温，妈的脸就烂掉了。在妈住院期间，林叶没有来医院看一眼，连电话都没有打一个。老二，你自己说，你媳妇做得对吗？我老公还没说话，婆婆又接过来，重复她照顾我有多辛苦，指责我不感恩，重点讲述她那天手工包饺子的累，声泪俱下的控诉我把饺子倒进垃圾桶，浪费粮食。我插话，我没有浪费，妈把饺子从垃圾桶捡起来后，我煮熟了端给你们，但你们只吃了几个就不吃了，最后我才倒垃圾桶的，这是你们浪费的，不是我。小姑子眼睛瞪大，什么？你把垃圾桶的饺子捡回来煮给我们吃？难怪味道怪怪的。我看她的眼神像看白痴，妈那天拍了视频，饺子就是在垃圾桶里啊，我煮给你们吃的时候也没人反对。小姑子不由埋怨她妈，妈那天怎么不提醒我们？我好笑，还要怎么提醒？她自己都不吃，你们看不出来？妈说没胃口。废话，你如果看到饺子是从垃圾桶捡起来的，也没胃口。我不行了。小姑子起身就跑，不一会儿，洗手间传来呕吐的声音。老公关心地问我：“你也吃了？”我当然没有。我笑笑，我那碗饺子里掺了半碗冷水，不能吃。老公不明白，为什么掺冷水？我回答：如果有人找我的麻烦，我就对脸泼。陈丽大怒：你煮饺子的时候就计划要泼我妈了？不是，是谁惹我，我就泼谁。我看着他阴阴的笑，如果你惹我，我就端你的碗泼，那就不是住3天院的事了。我那天本以为陈丽会动手打我，她敢抽我耳光，我就拿滚烫的饺子泼她，明明白白的正当防卫。你……陈丽的脸涨得通红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我老公恍然大悟地说：所以你泼我妈的饺子并不烫。对，毕竟我不想进局子。陈丽气愤地说：许言，这是饺子烫不烫的问题吗？难道饺子不烫，你媳妇就可以泼在妈脸上？这时，小姑子从洗手间出来了，也指责我伤害婆婆还不照顾。兄妹俩义愤填膺地瞪着我，我面无表情。等他俩安静了，我老公才不紧不慢地问：妈说完了吗？没有。那您继续。婆婆说：我把饺子从垃圾桶捡回去，可不是让她煮给你大哥和妹妹吃的。我打断她：你是想让我吃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照顾我。我没照顾你吗？大哥和小姑子也跟着吼我。我妈没给你煮饭，没给你洗衣服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。3张嘴一起对我开火，吵得我捂住了耳朵。好了，我老公猛然抬高嗓门：你们说完了，现在该我媳妇说了，安静一点。几个人不吵了。小姑子指着那把椅子，坐中间去说。我冷冷地盯着他：你可以坐中间去听。凭什么？我又没做错事。我老公厉声说：还没错。你一个出嫁的小姑子，凭什么管娘家的事？还对你二嫂大呼小叫。小姑子又震惊又委屈：是妈喊我来的。妈喊你来，妈就错了。
你来了也应该好好当你的客人，凭什么对嫂子指手画脚？”小姑子很不服气，我又不是单单说你老婆，我对大嫂不也照样批评？我老公冷笑：“你还有理了？大哥护不护大嫂，我不管，但我的老婆，我一定要护。你们谁也别想欺负她。”屋里突然就安静了。陈家人脸上是肉眼可见的尴尬，大嫂的脸上有些伤感，妹夫却有点幸灾乐祸。这个表面上和和美美的大家庭，今天被我老公撕开了遮羞布的一角。当然，我大概算是罪魁祸首。大哥打圆场：“许言、小妹，你们别吵了，先听听林叶的解释。”婆婆突然哭起来：“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”呜呜。我老公说：“妈也知道你有错。以前每次开家庭会议，我坐中间被你们轮番批评，现在又想让我媳妇坐中间，她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你们就给她定了罪，是觉得我们两口子好欺负吗？”大哥不悦地说：“许言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我们没有针对你们，刚才不也批评你大嫂了吗？我们只是希望帮助弟妹改正错误，让她尽快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”我老公冷笑一声，打断他：“大嫂买一套床上用品这点小事，至于你们这么大张旗鼓上纲上线，批评大嫂是杀鸡儆猴给我老婆看的，大嫂只是这件事的一个牺牲品。”我看大嫂一眼，她的眼泪流了出来。她或许现在才意识到，大哥是故意在群里质问她的，她得多寒心啊！为了教训新婚3个月的弟妹，她的丈夫把她拉出来陪沙场。大哥的脸涨红了，喝道：“许言，你少在我们夫妻之间挑拨离间。我对你大嫂怎么样，她心里有数。”我老公笑了：“那你们为什么要在我跟我妻子之间挑拨离间？在群里阴阳我老婆，就是让我看的，想让我回来教训她是吧？我教训她是什么后果？离婚。我离了婚，对你们是不是很有利？”大哥说：“我们不会让你离婚，只希望你看清楚你老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小姑子也说：“就是啊，我们不是怕你上当吗？我就算上我老婆的当，也心甘情愿。”那兄妹俩无话可说了。老公看向我：“老婆，你继续，让他们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害妈的。”我说：“实话告诉你们，从许言上班以后，我跟妈就没有一起吃饭了，她做她的，我做我的。”小姑子吼道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？妈给你做饭，你不吃，要点外卖，害得妈每天吃剩饭。”我突然就不想说了。行了，跟你们这种不通情理的人讲道理是浪费口舌。电视打开，我投个屏，你们自己看。我老公起身打开电视，我把手机上保存的监控视频投放到电视上。开始是我老公在家休婚假的内容。那时候婆婆把我们伺候得相当周到。早上她早早起来，熬粥、蒸馒头、炒小菜、摊鸡蛋饼、热牛奶。我们起来梳洗了就开吃，一家3口围桌而坐，其乐融融。吃了饭，他又洗衣拖地，不停忙活。小姑子一边看一边嘀咕：“看我妈对你们多好，妈就是偏心二哥二嫂，我这个孕妇都没有这么享福。”没人理她，只有婆婆很紧张地问：“老大，这是怎么弄出来的？为什么能在你家的电视上看到？”大哥给他解释：“这是弟妹的手机上录的视频，投屏到我们电视上的。”婆婆气得嘴唇哆嗦：“什么？他还偷拍我？”我老公说：“妈紧张什么？这不是林叶偷拍的，是我安装的监控。”小姑子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在家里安装监控？是想监视妈干活吗？”我老公好笑地回答：“
我结婚前就安装了监控，在客厅安装，是你二嫂出门的时候，可以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。在厨房安装监控，是担心你二嫂工作的时候忘记锅里炖的菜，可以报警提醒她。小姑子无言以对。视频后面的内容更让她无言以对了。我老公的婚假结束，上班去了。4日早上，婆婆熬了一锅粥，对我说：“林叶，我们2个人吃简单点，就喝点粥，吃点泡菜。等老二回来了，再好好炒菜。”我说：“他要过年才回来，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吃泡菜。”那倒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们这段时间油荤吃得太重了，这几天吃清淡点。这倒也有道理，结婚这段时间确实每天都大鱼大肉的。我答应了。婆婆早上煮的粥有一大锅，我俩没吃完。中午她热热接着吃，还剩了半碗。晚上她家水煮得稀稀的，变成了2碗。我一口气就喝完了1碗，连吃了3天粥和泡菜。第4天早上，婆婆叫我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是2碗黑乎乎的糊糊。她笑着说：“这是我昨天买的杂粮粉，是炒过的，用开水冲了就可以吃。以后我们早饭就吃这个，又健康又减脂，也不费钱，10块钱1斤，我们娘俩半个月都吃不完。”我说：“这也吃不饱啊。”她说：“吃不饱就对了，专家说1顿吃7分饱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。你们年轻人不注意养生，每天大鱼大肉，好吃的东西拼命撑，不喜欢吃的宁愿挨饿，这样下去，身体早早就垮了。我很心疼啊。”她这话处处为我好，我能说什么？早上吃糊糊，中午她煮稀饭，炒1份素菜，再抓1碗泡菜。晚上剩稀饭加水煮稀，连吃了1个星期，我受不住了，点了外卖，1份回锅肉，1份鱼香肉丝，2盒米饭。婆婆看见外卖上门，黑了脸：“家里有饭有菜，你怎么还买？”我说：“我想吃肉了。”我把1份米饭推给她，她说：“我不吃，我吃稀饭。”她也不吃回锅肉和鱼香肉丝，喝稀饭吃素菜。视频结束。我说：“就是从这天开始，我跟妈就各吃各的了。虽然各吃各的，但我跟婆婆也没有吵过架，相敬如宾。”谢家兄妹却更愤怒了。小姑子说：“你每天点外卖，吃大鱼大肉，让我妈吃稀饭素菜，好狠的心啊！你吃得下去吗？”陈丽说：“许妍，你自己说，你媳妇做的对不对？”我老公说：“你们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没看我媳妇叫妈吃肉了，她自己不吃，我老婆能强行给她喂吗？”小姑子说：“那她也不能吃独食。”我冷笑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就应该陪着妈吃稀饭素菜？反正我们家不允许吃独食。可你妈也吃独食啊？”胡说，我妈从来不吃独食。那继续看吧。我点开下一个视频。婆婆在一家饭店里买了1份蒸烧白，1大碗米饭，还烧了1个煎蛋汤，吃得很香。小姑子强词夺理：“我妈是看到你吃外卖，勾起了她的馋虫，才进饭店吃的。”我笑了一声：“麻烦你看看拍摄视频的时间。她先在饭店吃独食，被我看见了，我气不过才点的外卖。我本来还觉得奇怪，我每天饿得在书房吃零食，她怎么能忍住的？原来在外面偷吃过了。”婆婆马上接过来：“对啊，你饿了在书房偷吃零食，我饿了就不能在外面吃东西。”我反问：“那你给你女儿说，你的退休金都花在我身上了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老公也说：“花你的退休金？我给你转了1万块钱，你这几个月也没吃完吧？”婆婆的脸涨得通红。
小姑子又嚷起来：“妈后来不是专门给二嫂包饺子了？就算妈前面有得罪二嫂的地方，这也算是道歉了吧？可你为什么要把馅和面粉里加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”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故意的。所以妈把饺子包好，你就扔进了垃圾桶。你这样陷害妈，是想把妈赶出你家。我笑了笑，你真是个大聪明。我的确提出过让他离开我家，我告诉他我需要安静，而他总是把短视频放得很大声，或者跟你们视频连线，说话像吵架一样，对面楼都喊他小声点。他白天吵得我没办法静下心来写作，只有晚上加班加点的写。小姑子说：“你叫妈小声点不就行了？”我好笑，你以为我没叫？他声音压低一会儿，又大起来。我白天写不了，只有晚上加班，熬到凌晨2、3点才睡觉。可他6点钟就叫我起来吃饭，我说了不吃，叫他别管我。他就一遍又一遍敲门，说不吃早饭不行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吵得我烦不胜烦。我是看在你二哥的份上，才对他一忍再忍。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，告诉他不许叫我吃早饭，也不许在家里放短视频和打接电话。如果做不到，就请他离开。他说不让他刷短视频，等于要了他的命。他选择离开，却又担心我不吃早饭，说给我包些饺子放在冰箱里，让我每天早上煮着吃。小姑子又打断：“你看看，你都要把我妈赶走了，她还处处为你着想。”我不再废话，点开下一个视频。妈包饺子的确很辛苦，你们看看她是怎么包的吧。拍摄时间是早上4点。那时候我刚刚睡下1个小时，他在厨房里剁得咣咣咣的。我想着就半天时间，忍了。他剁了很久，我想睡又睡不着，眼睛胀疼的难受，很痛苦。我打开手机监控，想看看他还要剁多久。结果他正好剁完了，却把我吃剩的外卖盒子拿了出来。我不由瞪大眼睛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那些盒子我都装在一个黑色垃圾袋里，2、3天扔一次。婆婆是不会帮我扔的。我们不仅吃饭各吃各的，连洗衣服、扔垃圾都各管各。她把盒子里吃剩的酸辣粉、螺蛳粉、炒菜的油汤等都倒进馅里，连我扔在盒子里的纸巾都没有拿出来。她一边搅拌，一边恶狠狠地骂：“我叫你吃，叫你吃，吃得你上吐下泻。”她还吐了几口唾沫，我当时就恶心得差点吐出来。然后她和面，把面粉倒出来后，她离开厨房，到客厅阳台上，从花盆里抓了一小把泥土撒进面粉里。因为泥土混得不多，看不出来，但我估计口感肯定不好。后来她一边包饺子，也一边骂：“吃死你，吃死你！”小姑子还没看完，就跑进洗手间呕吐去了。孕妇看这东西是挺惨的，关键她那天还吃的最多。视频放完后，我说：“你们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扔垃圾桶了吧？”婆婆的头埋得低低的，不说话。大哥质问我：“那天你为什么不把这视频放出来？”他虽然没有吐，但想着他吃进肚子里的饺子，只怕胃里也难受得厉害。我好笑：“你们问过我原因吗？你但凡问一句，我为什么要把饺子倒进垃圾桶里，我都会把视频放出来。”大哥说：“我们没问，你就不能主动说？”我反问：“你们给我机会说话了吗？进门就骂我不孝，逼我给你妈道歉。你自己说说，就她做的这些事，我还需要给她道歉？”这时大嫂问了一句：“妈既然跟弟妹处不好，为什么不来我们家？”我呵了一声，我劝她来你们家，
她说不想来，因为……小姑子正好从洗手间出来，脸色苍白地打断我问：妈不喜欢二嫂，为什么不来我们家？我回答，她说在你家，她一点也不自由，你总是使唤她干这干那。小姑子嚷起来，我妈不可能说我跟大哥的坏话，你休想挑拨离间。球锤的锤。我说，那还是看监控吧。这些话是我们在饭厅吃饭的时候聊的。饭厅虽然没有监控，但厨房的监控能听见声音。我劝说婆婆去大哥家住一段时间，您不想您孙女吗？婆婆说不想去，她家太累了。我帮他们接送孩子，每天跑4趟，周末他们也不管，过他俩的2人世界。我要带孩子，还要给他们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清洁，天天累得腰酸背痛的。现在的孩子又不好管，那个小丫头片子特别烦，打不得也骂不得。带这一个孩子，比我当年带他们3兄妹还累。大哥跟大嫂的脸色难看极了。视频里，我又说：“那妈去看看小妹吧，她现在怀孕4个月了，也需要照顾。您是她亲妈，照顾起来更细致一些。”婆婆的头连连摇：“哎呀，快别说她了。她原来就爱使嘴，怀孕后每天更是把我使唤得团团转。她嘴巴又挑剔，嫌我炒的菜味道不好。”每顿炒几个菜都被他抱怨，还不给我拿钱买菜，我几个养老钱全贴他身上了。他还嫌我拖地不干净，叫我每天拖5遍，早上起来1遍，每顿饭后要拖1遍，晚上睡前还要拖1遍，说他有洁癖。又嫌我的头发掉落太多，那明明是他的长头发，也赖在我头上。小姑子看完气坏了，冲着他妈喊：“妈，您怎么能在外人面前这么编排我？我处处帮你说话，可你竟然说我挑剔，使唤你干活，我有这么坏吗？”婆婆委屈地说：“是她诱骗我说的，她想赶我走，就诱骗我说你们的坏话。可惜事实俱在，她的儿女都不相信她了。”我老公说：“看来妈在你们2家很累，在我家多轻松啊！她只煮她自己的饭，或者冲一碗糊糊吃了，出去在饭店吃大鱼大肉。衣服只洗她的，我媳妇的自己洗。扫地拖地随她的心情，她可以1周拖1次，也可以1个月拖1次。她不拖，我媳妇也会拖。我媳妇不抱怨，也从来不使唤她干活。我家还没有孩子烦她。她突然转向婆婆问：“你既然喜欢我家，又为什么虐待林业？”婆婆为雨泪先流，哭着说：“我来你家又不是为了享福，而是为了照顾你媳妇，希望你们早点开枝散叶，给我添个大胖孙子。可你俩结婚4个月了，林业肚子还没有动静。我来你们家是伺候孕妇的，不是伺候不下蛋的鸡。”我反唇相讥：“我老公上班第2天，我们才结婚半个月，你就开始搓磨我，你那时候就知道我没有怀孕。”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大嫂结婚的时候就怀孕4个月了，你妹妹也是怀上孩子2个月才领的证，就你结婚半个月都没动静，到现在也没有怀上，我还冤枉你了。”我老公怒了，吼道：“在你眼里，未婚先孕很光荣是吧？当年你未婚先孕也很光荣。”我吃惊地看向她：“婆婆当年未婚先孕，怀的是大哥吗？”大哥和小姑子也一脸困惑。小姑子问：“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妈未婚先孕怀的是谁？你又怎么知道的？”我老公还没回答，婆婆猛然大哭起来：“我想要个孙子有什么错？你大哥生的是女孩，你妹妹就算生个儿子也不姓谢，我就指望你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
你却这么诋毁我！”呜呜呜！小姑子嚷道：“妈，您在说什么啊？我的孩子不姓谢，不也跟你有血缘关系吗？再说，你如果很看重这个姓氏，那我让孩子跟我姓不就行了？”大哥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妈重男轻女。以前您那么宠小妹，我还以为您重女轻男。”婆婆吼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活了，我让车撞死算了。”她冲了出去，大哥和妹夫跟着追出去。大嫂看了看我们，也跑出去了。小姑子瞪我一眼：“你把我们家搅成这个样子，满意了？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关我屁事！你家本来就是个烂泥坑，一窝人只会欺负外姓人，我不让你们欺负还错了。”小姑子叫我老公：“二哥，你听听他说的。”我老公对他：“我老婆说错了，你们陈家人抱团欺负大嫂，欺负你男人，还想欺负我老婆，可我老婆不是吃素的。”小姑子被他这通话搞得一脸懵：“我们陈家人，你不姓陈吗？”我老公冷笑：“我姓陈，跟你们可不是同一个陈。”他拉我：“走，回家。”小姑子嚷道：“你们把妈气成这样，就这么走了？不管她了。”我老公说：“陈燕，你记住一句话，你妈有今天，是你和你大哥造成的。你们但凡对她孝敬一点，别天天使唤她干活，她都不至于赖在我家不走。所以别把不孝的罪名扣在我们头上，真正不孝的是你们。你们兄妹俩都是伪君子，表面道貌岸然，内心卑鄙猥琐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心里想的全是利益。以后我跟你们再无关系，也别来烦我们。”在小姑子目瞪口呆中，我们离开了。下楼就看见婆婆坐在地上，大哥抱她起来。她哭着说：“你们别管我，让我死了算了。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。”忽然看见我们走过来，她哭得更大声。我跑到路中间，想让车撞死，可她就是不撞我，绕过我就开走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想死都死不了！呜呜！老公带着我上车，径直开了出去。我倒有些忐忑，问他会不会真的寻死。他说：“那也跟我们无关。”回来很晚了，我们倒床上就睡着了。次日早上，还在睡梦中，老公的电话响了。他拿过手机，开了免提。小姑子的声音惊慌失措：“二哥快来！大哥出车祸了，要截肢，可大嫂不见了。”我们赶到医院，大哥已经进手术室了，小姑子签的字。婆婆和大哥的女儿也在医院。她又开始哭：“车子为什么要撞我儿子？不把我撞死？”小侄女突然吼道：“奶奶，你还在乱说话，就是你赌咒，我爸才出的车祸。”婆婆惊呆了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咒你爸？我哪有咒他？你昨晚一直说让车撞死，让车撞死，我爸就出车祸了。”11岁的小侄女口齿伶俐，思路清晰，她很快就讲清楚了昨晚她家发生的事。原来昨晚我们离开后，大哥把婆婆拖回家里，他一直咒骂开车的司机不撞他，他想死不了。大嫂听得心烦，生气地说：“人家开车的又不是傻子，撞了你，你倒解脱了，可他们就摊上大事了，不仅要赔钱，还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陈丽开车的时候，路上出现一只猫都会减速绕道，何况你这么大个人，司机怎么可能直接撞上来？”结果大哥又生气了，吼大嫂：“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明知道妈心情不好，你还凶她，给妈道歉。”大嫂失望地看着他：“陈丽，我跟你结婚10多年了，只要我跟你家人发生矛盾，不管是不是我的错，你都逼着我道歉，在你心里，
我就是个外人是吧？你妈你妹妹才是你的亲人。行，那离婚吧。他进卧室收拾衣服，大哥冲进去抢走他的行李，想离婚是吧？那你现在就滚！这屋里的东西都是我们陈家的，与你无关。大嫂一句话都不争辩，转身就走了。大哥没想到大嫂真的会离家出走，手机没带，银行卡、身份证都没有拿。他担心大嫂出事，又想把她追回来。婆婆却拉住她说：“追什么？她娘家离得远，她无处可去，过不了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。夫妻吵架，比的就是谁心狠。你如果先心软了，以后他把你拿捏得死死的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。”大哥觉得他妈说的有理，果然不去追。小侄女哭着要去找妈妈，还被大哥用衣架抽了几下，逼着她回房睡觉。然后就是早上，小姑子打电话给婆婆，说接到警察的电话，大哥出车祸了。警方调查后还原车祸现场，大哥凌晨开车出门，速度很快，差点撞上一个行人。他为了避让行人，猛打方向盘，却逆行撞上了对面来的大货车，所以伤得非常严重，现在还在手术室里。小姑子说，医生说她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，我只能签字。婆婆捶胸顿足地喊，我咒的是我自己啊，我是让车子撞死我啊，我60岁的人了，活够了，可我儿子才38岁，我没让我儿子出车祸啊，老天爷，你把我收了吧。小姑子吼起来，妈闭嘴吧，你以为咒的是你自己，可你害的是别人。我们小时候你就说不能瞎赌咒，你说人在做天在看，离地3尺有神仙，你说做了坏事发誓最灵验，没做的事就不灵验。那你想让车撞你，是不是坏事？你自己的儿女都是开车的，你居然拿车祸来赌咒，这就报应在大哥身上了，报应在你儿子身上了，你满意了？婆婆捣鼓，我是咒我自己啊，车子不来撞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小姑子愤怒地吼，你还在说，你不说车这个字不行吗？婆婆又哭起来，我就不该说话，我以后不说话了，我就当个哑巴好了。呜呜，我看老公一眼，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你回去吧，我送你。我阻止了他，你等大哥出来吧，我一个人回去。我转身的时候，听见小姑子说，没良心，大哥还在做手术，生死未卜，他就这么走了。我老公冷淡地说，那是你大哥，又不是我老婆的大哥，你大哥对我老婆也不是有多好，凭什么要对她有良心？我回到家里，却见大嫂站在门口，她两眼通红，一看就哭过很长时间。她抢笑着说，你不在家啊？难怪我按门铃，你没出来。我打开门，大嫂进来坐，她进来就开始流泪，我想离婚。大嫂讲述结婚后这些年，她在婆家受的委屈太多了，一点点微小的错误都会招来全家的人批评。孩子小的时候，婆婆名义上帮大嫂带孩子，其实主要伺候大哥。她做的菜永远是大哥爱吃的，大哥爱吃辣椒，而且重度辣，婆婆每一个菜都炒得极辣。大哥连声夸，我妈炒的菜就是好吃。可大嫂奶孩子，吃了辣椒，孩子就上火，大便小便都哭。孩子半夜哭，吵得大哥睡不好。婆婆也召集全家开家庭会议，批评大嫂没有照顾好孩子，影响了大哥的睡眠。孩子2岁送进托儿所，大嫂上班去了，婆婆负责接送孩子。大嫂一下班，婆婆就叹气捶腰，说累得不行了。小姑子看见了，也召开家庭会议，
批评大嫂不该把孩子和家务活全丢给老妈。他说：“大嫂，你要搞清楚，妈帮你带孩子是情分，不帮你带是本分。妈好心帮你，你不能把所有活全甩给妈。”大嫂刚辩解一句，婆婆就哭起来，最后也逼得大嫂道歉。我听得乳腺堵塞，问她：“你为什么一直忍？11年啊，这么长时间被丈夫和婆婆、小姑子打压欺负，如果是我，早闹得人仰马翻了。”大嫂苦笑：“陈丽是我的老师，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怕她。”我恍然大悟，我到现在也怕我上学时候的老师。可你怕她，怎么还会嫁给他？她叹气：“那时候年轻，我崇拜她的学识，她经常给我单独讲题。我刚毕业，她就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我懂了，她对老师有滤镜。当她崇拜大哥的时候，大哥在她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存在。这么高大上的人物向她求婚，她怕是激动得手都会发抖。”我说：“你之所以能忍这么多年，还是因为你爱大哥吧？”他点头：“我就是太爱他了，才会一忍再忍。可现在，我觉得他不值得我这么爱他。我的爱对于陈家人来说也毫无价值。”我说：“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怎么帮你？”他低头说：“他肯定不想跟我离婚。我如果打官司起诉，又没钱。”他抬头，我的工资卡在他手里。他娘家远，无人可求，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会来找我。我点头：“我借给你。”他顿时热泪盈眶：“谢谢你，林叶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”我想了想，还是把大哥的事告诉他。不过，你现在提离婚可能不是时候，因为大哥出了车祸。他唰地站起来，满脸焦急地问：“什么时候？他严不严重？”“昨天晚上，有点严重，要截肢。”我还没说完，他噔噔噔跑出去了。我叹气，他还是爱着大哥啊。我老公深夜才回来，很疲惫地往沙发上一坐，说：“陈燕流产了。”我吃惊地问：“她又是怎么回事？”老公说：“大嫂到了医院，婆婆就骂大嫂是害人精，说是大嫂离家出走，才导致大哥出车祸，还叫她滚。”小姑子气得吼：“你把大嫂赶走了，以后谁照顾大哥？”婆婆说：“我会照顾。”“你自己都要人照顾，还照顾大哥？”“我告诉你，我可没办法照顾大哥。”婆婆说：“不要你照顾，我拖着他去撞车，我们娘俩一起死了算了。”小姑子气得大哭：“死死死！你也只能用死威胁我和大哥，现在大哥你威胁不了了，就威胁我一个人，我不管了。你们爱死就去死吧。”她怒气冲冲开车离开医院，可能心情不好走神了，也发生了严重车祸。她伤在头部，治疗她的伤，那些药会对胎儿造成损伤。可如果等孩子生下来再治疗，就延误了伤情，她可能会成为植物人。最后，婆婆做主，放弃孩子保大人。我听得有些唏嘘，讲了大嫂来向我借钱的事。我说：“大嫂太软弱了，难怪他们想把我也像大嫂那样拿捏，可惜打错了算盘。”老公说：“你跟大嫂不一样，她是结婚前就被大哥拿捏了，你可没人拿捏得住。”我点头：“大哥原来是高校教师，大嫂是他的学生，所以大哥在大嫂面前很有威信。”是的，其实他们两口子的事根本不需要我妈出面，大哥也把大嫂拿捏得死死的，只不过有些难听话，他不想说出来，以免伤了大嫂的心。我恍然大悟，所以得罪人的事，他让他妈和妹妹干，他在假装当好人。没错，可大嫂也是高材生，看不出来吗？老公好笑，他当然看得出来，但他能怎么办呢？
搬道理搬不过我哥啊，而且大哥还是他的上司的上司，大哥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失去工作，所以大嫂在他面前只能怂。我叹气，大嫂现在醒悟了，想离婚，但得知大哥出了车祸，她又回去照顾了。老公摇头，大嫂既然有了离婚的心思，他们离婚就是迟早的事，现在她照顾大哥，不过是为了求个心安而已。次日，我跟老公去买年货，还有2天就是除夕了，年货也该置办起来了。买了年货回来，婆婆在家族群里艾特我老公：许岩，你大哥和妹妹都住院了，需要照顾。你大嫂和妹夫今天请了1天假，明天还要上班。你跟林叶来医院，你照顾你大哥，林叶照顾你妹妹。老公没有回复。我问：我们明天要去吗？他摇头，不去。他打开群，点开视频通话，所有人都进来了。大哥和小姑子虽然躺在床上，但精神不错。婆婆抢先哭嘤嘤，我没有多的，就生了你们3个，现在老大和幺女都住院了。许岩啊，妈，只有靠你了。我老公淡淡地说，有些事情我原本想一辈子烂在心里，但这段时间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想就这个时间讲清楚。婆婆的脸色有些惊慌，许岩，你想说什么？等你大哥和妹妹出院了再说吧。老公回答，你不想听可以不听，让你儿子和女儿听就行了。大哥黑了脸，许岩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妈说话？她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。小姑子一脸困惑，二哥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婆婆嚷道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就是不想认我这个妈了。你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就想飞了是吧？老公冷冷地说，你本来就不是我妈，我凭什么认你？小姑子很惊讶，二哥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给你们看看证据。老公拿出一纸亲子鉴定，上面显示他跟婆婆没有血缘关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小姑子最激动，我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怎么会不是妈的儿子？是妈捡的你吗？老公回答，我1岁的时候，父母食物中毒过世了。叔叔声称要抚养我，住进我家，接收了我爸妈的所有财产。老公的讲述揭开了尘封35年的往事。他父母很能干，存了不少钱，却英年早逝。他只是一个1岁的小孩，自然没有能力守住父母的财产。他叔叔收养他的时候，叔叔的亲生儿子陈立3岁。婶婶怂恿叔叔进城买房，于是叔叔卖掉许岩父母的房子，取出他父母留下的全部存款，买房后全家搬迁到了城里。谢母随后生下女儿陈燕，城里人都以为这3个是亲兄妹。叔叔在世的时候，夫妇俩对许岩尚可。许岩10岁那年，叔叔过世了。从那以后，婶婶经常挑理由打他，不给他吃饭。中考后，谢母也不让他读高中，要他出去打工挣钱，供哥哥和妹妹读书。许岩坚决不同意，我就要读书，我考上高中了，凭什么不要我读？谢母恼羞成怒，家里没钱，你要读高中就自己想办法。许岩报了警，谢母被通知到派出所，害怕许岩知道他们现在用的钱都是许岩父母留下来的，不敢让事态扩大，被迫答应继续供许岩读高中。回来他就把3个孩子召集在一起开家庭会议，诉说养大他们的艰辛，喊着丈夫的名字痛哭，说他今天很丢脸，不想活了。陈丽和陈燕都指责许岩报警，惹母亲伤心。许岩心软了，以为真的是自己的错，只能向他道歉，保证以后不再报警。
后来开家庭会议就成了家常便饭。寒暑假，只要他在家，就经常被喊到客厅中间坐下，接受母亲和哥哥妹妹的批评。当然，他也没那么听话，只有谢母的眼泪能让他软下来。参加工作后，谢母对他好了很多，总是说对不起他，小时候不该对他管得太严厉，希望他原谅妈妈。说着说着就哭。许岩心一软，就给谢母拿钱。1年前，我和许岩在熟人介绍下相亲认识，当时他34岁，我30岁。得知他是第一次相亲，我很惊讶。你爸妈不催你相亲吗？他摇头，我爸过世了，我妈从来不催我相亲。后来他妹妹结婚了，他母亲还是没有过问他的婚事。我不由开玩笑地说，你是不是你妈的亲儿子啊？为什么你哥你妹都结婚了，你妈却不管你的婚事？他说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怀疑过我的身世。他讲了小时候谢母对他和那2兄妹的区别对待。我说，我感觉你妈不是亲的。我们决定查出真相，但他要上班，没有时间，只能我来查。我本来没有头绪，不知道从哪里查起，谢母却来到我们家，假惺惺要来照顾我。我于是刻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经过几个月的了解，我注意到他视频聊天的时候，经常把有个人喊老乡，那人的口音跟城里有明显区别。我有个大学同学正好是这个口音，所以我知道了谢母的老乡在哪里。我打算下乡调查，又怕谢母起疑心，就找借口赶他走，劝他去他大儿子和小女儿家住一段时间。可他找各种借口不去，还制造很大的噪音，让我无法安心工作。我就发火了，让他以后不许在我家刷短视频和跟人视频聊天。他刷短视频的瘾非常大，一会儿不看手机，就像丢了魂一样。所以他只能选择离开，却在临走前还包饺子想害我，反而导致我跟他撕破了脸。把谢母赶走后，我以采风的名义去了乡下，很快就了解到，我真正的公公婆婆不仅能干，也是极为善良的好心人。他们是村里最早致富的一批人，又带动其他老乡致富。镇政府保存着的30多年前的旧报纸上，还有宣传他俩的照片。我如获至宝，急忙用手机拍了下来。后来我跟当地的老农民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叹息说，可惜啊，好人命不长，2口子偏偏吃了毒菌子死了。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他们又不是不认识菌子，怎么会采毒菌子回来吃？倒被他那游手好闲的弟弟得了便宜。我心里一动，觉得公公婆婆的死怕是有古怪。我还从老乡那里了解到，许岩的爷爷奶奶过世早，他叔叔的婚事是他父母做主的。他父母不想让他叔叔娶婶婶，嫌他婶婶太懒了，又心术不正，把他叔叔都带坏了。但他婶婶未婚先孕，怀上了孩子，扬言他叔叔不娶她，就要告他强奸。他父母不想让他叔叔坐牢，被迫让这女人嫁了进来。结果没几年，他父母就死了。调查的差不多了，我回到了家里。没几天，我老公就回来休假了。我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。老公看到他亲生父母的照片，热泪盈眶。他说，我一定要查出我爸妈死亡的真相。但是已经过去34年了，要查出真相并不容易。老公发起的这场视频聊天，就是要套出谢母的话。我暗暗打开了手机上的录屏功能。老公说，婶婶，我已经查出来了，我爸妈不是死于意外。谢母慌乱地辩解，是意外，他们吃了毒菌子。我爸妈是当地人，从小就上山采菌子，他们认不出毒菌子吗？
分明是你们下的毒。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是吧？那天有人从后山上看见了，只不过那人跟叔叔关系好，没有告发你们。这么多年，他都良心不安，现在终于说出来了。他老家的房子被叔叔卖给同村人，现在还在。我观察到房子后面有一座小山，从山上能看见饭厅的窗户。谢母信以为真，惊慌地说：“不是我，是你叔叔下的毒。”“什么毒？”“就是毒菌子。”老公笑了一声：“你去自首吧。”谢母强词夺理：“又不是我放的毒，是你叔叔。”陈燕也嚷道：“许言，我爸有错，也已经死了。我妈好歹把你养大了，你叫了她30多年的妈，没让你尽孝就不错了，你还想让我妈坐牢？你也别太没良心了。”老公愤怒地说：“你爸妈毒死我爸妈，霸占了我家的财产，现在还想奴役我们夫妇，给你们兄妹当牛做马，你好意思跟我提良心？”陈燕说：“什么当牛做马？我妈一直教育我们3兄妹要相亲相爱，互帮互助。”老公冷笑了一声：“他是要我对你们多多帮助，从没说过让你们帮助我。你们刚成年，他就操心你们的婚事，到处托人给你们介绍对象。你哥比我大3岁，孩子都11岁了；你比我小8岁，也结婚了。你妈操心过我的婚事吗？她根本不想让我结婚。我35岁才娶了妻子，你妈又变着法子想赶走我老婆，让我打一辈子光棍。因为她看见我现在收入很高，算计着只要我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我的财产以后也是你们孩子的。你们还吃醋，以为她偏心我。她一方面是懒，不想给你们兄妹俩当牛做马，另一方面，他就是想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逼我老婆离开。”陈燕还反驳：“他再不对，也是你的亲婶婶，你从1岁，我妈就养着你。”我打断他：“陈燕，你知道你跟你哥为什么会出车祸吗？因为你爸妈做了坏事，手上沾了2条人命。你妈还敢赌咒发誓，最后报应在你们头上。你还好意思怪许言？要怪只能怪你父亲，他娶了个坏女人，导致你们祸及3代。你们几个还会有更大的灾难，慢慢等吧。”我们退出视频，直接去了派出所。我刚才录下了聊天过程，谢母自己说出了下毒的事，就算是她男人下的毒，她也有知情不报之罪。谢母被抓了。经过审讯，他交代，他们结婚后2个人都好吃懒做，导致家里很穷。而哥哥嫂子家日子红红火火，修了3层楼房，还经常去银行存钱。他们非常羡慕嫉妒恨，就密谋想要谋财害命。有一天，他看见嫂子捡了一些菌子，赶紧叫男人摘了许多有剧毒的野蘑菇回来。他把毒蘑菇的汁捏出来，让男人偷偷混进嫂子炒的菌子里。哥哥嫂子吃毒菌子，还喝白酒，双双昏倒。小叔子再将他们捂死。谢母另外炒了一些毒蘑菇，混在他嫂子炒的菌子里。第2天，小叔子哭喊：“哥哥嫂子吃了毒菌子，人没了。”34年前，乡下没有监控，大家真以为是夫妇俩误食毒菌子中毒死的，也没人报案。虽然有人私下提出疑问，却没人深究，因为不是亲属，没人愿意多管闲事。警方提了一个问题：你们毒死了哥嫂，为什么没有伤害孩子？要捂死一个1岁的孩子也不是难事。谢母回答：孩子当时在他外婆家，我们没有机会下手。我后怕地对老公说：你小时候的命是你外婆保下来的啊。他点头：是，他们开始没能害死我，后面就不敢下手了。我明白，你一旦有事，所有人都会怀疑他们谋财害命。
这起案子，许岩的叔叔是主犯，谢母是共犯。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不知道能不能熬到出狱。老公又请律师打官司，要求谢母返还侵占的财产，并索要民事赔偿。谢母的财产被冻结，她名下有一套房子，有20万存款，最后都赔给了我老公。大嫂照顾陈丽出院后提出离婚，陈丽也知道他留不住妻子了，无奈签了离婚协议。大嫂带走了女儿，陈燕见大哥只剩了一个人，只能来照顾，却又引起婆家不满，她丈夫也跟她离了婚。她上次的车祸，孩子拿掉后，医生说她不能再生育。这消息被她婆家传开，也没有男人愿意娶她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只有兄妹俩相依为命。还真是害人不仅害己，还会祸及子孙啊！我和老公去了他亲生父母的墓地，老公跪下，刚叫了一声“爸妈”，就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扶着他，告诉公婆：“爸妈，我们为你们报仇雪恨了，我和许岩也会幸福美满的，请你们安息。”坟墓上的野花随风点头，仿佛在传达公婆欣慰的心声。我们也去了外婆的墓地。老公说，我对外婆还有一点印象，因为我在乡下3、4岁的时候，外婆经常来看我。后来我们搬进城里，就没再见到她了。我叔叔那时候不敢虐待我，可能也是怕我外婆找来。我们了解到，他外婆是在他叔叔去世的前1年过世的。这么多年，这是他第一次来看外婆，他眼里又含满了眼泪。此后的日子，我们的生活回归平静。许岩工作之余，开始整理亲生父母的旧物，试图拼凑出更多关于他们的记忆。我也完成了一部新小说，灵感就来源于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。1年后的春节，我们没有再收到陈家的消息。听说陈丽和陈燕的生活愈发艰难，兄妹俩守着那点微薄的积蓄，互相埋怨着度日。而我和许岩，则在新的1年里迎来了新生命的降临。当儿子第一次睁开眼睛，对着我们甜甜的笑时，许岩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眶泛红。以后我们的家只有爱，没有算计。窗外的烟花绽放，照亮了这个充满希望的夜晚，也为我们崭新的生活画上了绚丽的开篇。